剑便交由你二人了。大家长，沐雨，我始终觉得，自从我当上大家长之后，虽然我拥有了暗河无上的权力和荣光，但我更像被三家所抛弃的孤魂野鬼。直到前几日，看到阿珂为我去赴死，看到你解除了毒术，却依然护我周全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并不孤独。沐雨，谢谢你这些年伴我左右。当年若没有大家长，我们兄弟二人走不出鬼窟院。当年我也只是想利用你们二人的力量罢了。大家长的目的和我们的结局，还有最后的选择，这都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我学艺于暗河，学做人于我父亲。父亲教我的，便是情义第一。情义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想创立一个不一样的暗河，可是后来却发现，我渐渐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。而你，苏沐雨，你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人。走吧，走吧。在你们走后，我会燃起一把大火，将我和这整间猪巢都一起焚为灰烬。你们不必多言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愿大家长可登极乐。我以为你会劝我再去找神医治一治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，每个选择都有自己的意义。我必将跌落地狱，那便希望我们不会再见。怎么都这么久了还没有动静？老大该不会……有人过去了。大哥说了，等他消息。那么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可以妄动。这世上，只有你要拿这柄剑，我会让给你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比我更容易获得大家的支持。毕竟朱颖12孝肯为你卖命，而彼岸的众人只会对我拔剑。我们就像说好的那样，你做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。果然，
就算我让给你，你也不会拿。你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这个地方，从此和暗河没有半点关系。那你又为何一定要留下来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无欲无求。有的人想做英雄，有的人想做侠客，有的人想家财万贯，有的人想名震天下。暗河其实很强大，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能实现和改变很多东西。我有野心，而他们亦有所求。与其浪迹天涯，不如握紧手中的剑，和那些想要主宰我们命运的人抗争到底。说得好，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你就给我解了这奇毒。对，他们便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2个人，苏沐雨以及苏昌河。提魂殿，水关。方才你那段话说得很好，只是很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并不是我们的选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出手。作为三观，我仍然想以旁观者的姿态看这一切。虽然你们很强，但仍然不会是穆慈林的对手。昌河说的话很多我都不认同，但方才有一句，绝非虚言。我们2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鸟精鸣。你又有什么把戏？真的要杀我吗？同样的媚术，第2次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。告诉我你们大家长此行的目的，我留你一命。我都说了，我不会什么媚术。如果你心若是有动，那便是真的心动。妖奴，胡言乱语！哎，等等，你能不能换一道暗器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么多针一起扎我，死的未免也太丑了些。你能不能换一道，让我死的不那么丑的，或者你能死的好看些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血玫瑰。你现在看它虽然是银白色的，但是当它扎入你的身体之中，血液就会流入花瓣，将其染成鲜红色，很美。你就是暗河朱影团首领魁，伤得如何？你要是再晚来几步，我可能真的就没命了。用千珠之阵困住他。你剩下的暗器有机会再见了。宇哥，刚刚专属你那只寻踪蛛突然兴奋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在附近。还好你来得及时。伤不要紧吧？没有大碍。那个唐连月对我留了手，不然我可能真的已经死了。毕竟那是天启城4守护，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。幸好你遇到的是他。
玄武使唐连月一向很讨厌杀人这种事情。胡说！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你对自己是越来越有自信了。真的？方才他还说我对他使用了媚术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子多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。玄武使见色起意，见色起意啊！先不说这些了，昌河这一路派了不少人阻拦我，他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甚至还传信给了唐连月，这说明朱隐之中有他的卧底。我们必须尽快回到大家长身边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这个卧底可能是我？这个玩笑不好笑。这不是玩笑，我确实犹豫过。虽然直到今天，我还没有做过违背当年誓约的事情，可是宇哥，我迟疑了。我开始怀疑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宇哥，你和昌河从小便一起长大，这一次，你们真的要向彼此拔剑吗？入朱隐之时，我便立过誓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大家长的安危。我当然记得，入朱隐乃是暗河弟子莫大的荣耀。等大家长身上的毒解，重新统帅三家，苏家主自会收回成命。到那时，我们俩便不必拔剑相向了。来者何人？苏家，苏沐雨。所谓何事？这个任务，我不能接。哦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人敢直接拒绝提魂殿派下的任务，就连大家长也不能更改我们的决定。你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我不想接。这岂由得你来决定？可我知道你的理由。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之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。南方水灾，各州府没有不贪污赈灾粮的，可唯有他开仓赈灾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贪污之事上报了天启，逼迫天启城派来了督察官，这才让众多百姓活了下来。这是个好人，所以你不想杀？放肆！提魂殿手术一到，便是皇帝你也要杀？什么好人坏人？你是刺客，不是圣人。我不接。哼！传信给苏家的家主，把他论作叛徒，直接杀了！杀了！杀了！苏家那老儿不肯杀，我去。莫急莫急。你看，这不是有另一位朋友来了？参见三官。苏昌河，代号送葬师，苏家崛起的新秀，不逊色于苏沐雨。不逊色，那就是还比不上啊。你来此何事？苏沐雨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想给提魂殿提一个他接任务的规矩。我兄弟说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而我苏昌河来此，也想立一个规矩。你们两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和我们提魂殿立规矩，大家长都没有这个资格。看来
今日提魂殿才要跟你们立一立规矩。二官且慢，我倒是想听听看，你要立的是什么规矩？我要立的规矩就是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前几日你也去提魂殿了，你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谈判啊！哎，你嘴太笨了。提魂殿又不是大家长，他们只认规矩，不认你手里的剑。难怪他们似是默许了我的3不劫。哼，那是自然，我的口才向来很好。说不听就揍到对方听，这么看来，口才自然是很好的。哼，你莫不是和他们打了一架？我只是跟他们分析了一下利弊，提魂殿也会算账的，杀了你对他们没什么好处。哼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答应了提魂殿什么条件？你有你的办法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你信我便是。剑破九霄，断纷扰，斩离愁。萧剑不平事，与君上九霄，这便是当年施剑仙一剑成名的九霄城。一剑劈开九霄啊，那只是个传说。大家长，你也是用剑的，你年轻时没想过来九霄城看一看？寻常人的剑是剑，暗河的剑是凶器。更何况，我年轻的时候并不用剑，剑法是后来才学的。大家长，你年轻时候叫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，在暗河中是一个禁忌。不过，告诉你我的名字也无妨。我姓穆，在成为大家长之前，我叫穆明策。穆明策。这便是所谓的朱隐巢穴。朱隐在北离和南绝都设有这样的巢穴，每一处都是易守难攻的堡垒，所以很多人不想我们做那归巢的支柱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想来杀我？是谢家的人。丑妞，不必讲出来。大家长，既然他们敢动这个手，咱们就没必要再给他们留什么情面，杀便是。穆家和谢家居然联手！
下了天网阵。天网阵，别看！快住！长牛，还没死。大家长，你不是说这马车刀枪不入，机关无数吗？为何不用？来不及了，人已经进来了。人？是繁花呀。许久不见了，请大家长恕属下身体不便，便不与您行礼了。痨病鬼，你这病深入骨髓，神仙都治不了。是啊，我注定是个将死之人了，所以才敢这么直截了当的来见大家长，不怕大家长治我的罪。那么你到此是想与我说些什么呢？大家长坐在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，如今又身受重伤，不如顺势退下来，颐养天年，将这些琐碎烦心的事情交给正直壮念的人来做，难道不好吗？正直壮年，你说的是谢霸吗？我谢家家主这些年为了安和尽心尽力，自然是最好的人选。那若是我拒绝呢？这番话便只能冒犯了。你们想要的，无非就是我手里这把面龙剑。手握面龙剑，才是安和真正的主人。原来你知道啊，那么你也应该看到，如今握着这把面龙剑的人是谁。既然这把剑还在我手里，那么这个暗河还是我说了算。引魂香，师长，不好，他用内力护住了这炷香。大家长，大家长无碍。我们走。谢繁华不可能拿到引魂香，是穆家人给他的。这引魂香不是什么难解的毒，只是没想到大家长出身穆家，现如今穆家却也如此不顾情面。成了大家长，便不再是三家人了。没想到，大家长的内力竟如此深厚，能强行将引魂香的毒素逼出来。逼出的并不难，只是12时辰之内，我无法再行运功。家长，阿克，你在这里多少年了？已经30年了。没想到我此生还能等到大家长的亲临。
无憾了。你本应在此处颐养天年，我来这里给你添麻烦了，叨扰了。大家长说笑了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颐养天年呢？你们都听着，入门的一刻内，勿言。好。大家长，钥匙。千老师姐，咱们这样跑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这附近就没有雪月城的盟友前来助阵吗？我自幼就很少离开雪月城，和江湖上的人也没打过什么交道。莫说是寻盟友了，我连雪月城有些什么盟友都不知道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了！啊！阿爹临走前给了我样东西，有了它，这附近的盟友自会前来相助。这什么呀？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雪月城的求救信号。只是这烟火可见不过100里，这附近真有雪月城的盟友吗？白痴！哎，你这刚醒你就骂人，你才白痴呢！你不许骂他。哎，跑！什么？快跑！千乐师姐，他说快跑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先一步把他们劫走了。这附近有雪月城的盟友吗？剑心种。行了，到这儿就可以放心了。剑心种外设有奇门阵法，寻常人根本进不来。多谢两位兄弟了，感恩两位兄弟尊姓大名。何去？何从？好特别的名字啊！没时间寒暄了。放心吧，适逢华神医正在剑心种中采药，我这就送他过去。哎，这位雷兄弟啊，不如和我去一趟剑阁吧，老爷子应当想见你的。老爷子是谁啊？笨啊！老爷子当然是剑心种的种主了。种主？嗯。哇！哼，这好多剑啊！这儿真是比雪月城藏剑阁还威风呢！哎，对了，明轩师兄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我是来剑心种办点事儿啊，结果刚到这儿就发现天空炸响的那支千城令，能有资格用千城令的人可不多，我就赶紧赶了过来，结果发现是你。哎呦，快来啊！这柄是麒麟牙，是麒麟剑手吕修西的佩剑，剑谱上能排第16，
哦，麒麟牙杀性太重，你若真想碰它，那么很有可能受伤的是你自己。老爷子，要求见的落霞仙子的弟子是谁呀？在下骆明轩，正是落霞仙子的弟子。哦，你师父近来可好啊？还行。是不是还和当年一样的貌美啊？啊？那个，你要的剑，老朽已经给你铸好了。哇！重剑无望，轻剑别离，长剑凤凰，双剑勾芒结尘，三尺剑般若一目，一共7柄剑。7柄剑，这么大方？多谢老爷子。你拿去吧。至于你嘛，好像看着很眼熟啊。听雨啊，许久未见了呀。你老认识这把剑？听雨观雪，望花闻风，风雅四剑，乃是我年轻时所著，我自然认得。风雅四剑是您所著？那莫非您是李素王？哎，等，您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死了呢！我不过是20-30年没在江湖上露面罢了，谁说我死了？那这个江湖上面说，剑心主的种主现在是李素王的弟弟李素臣。哎，这个江湖传言也不可信啊。外公，孙子刘无节不孝，见过外公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剑术有成，便不算不孝。你既然得了这把天羽剑，想来是见过你姐了。好。哎，你姐啊，才是真的不孝啊！她明知道我一个老头子在这剑心冢里面孤苦伶仃的，也不来陪陪我。你说，我又没有非得逼着她，让她当这个剑心冢的冢主，她那么怕我干什么？这天羽剑就算是对她的惩罚，我没收了。啊！莫急，今天晚上啊，你来剑阁，我再送你一把更厉害的剑。外表没有一点伤，但脉象就可以乱成这样，还真是罕见。叶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脉象怎么会如此之乱？他们要来了，我们快走。我们已经到了。师叔，随我回去。
你要忤逆师门吗？可我偏偏有2个师门，但你姓唐，为何非要如此？难道唐门真的要做叛蒙背义之师吗？这不是你该想的事情。身为唐门子弟，你只需要懂得遵从。可百里师傅告诉我，凡做事之前，先问本心。够了，唐莲，你姓唐，唐门的唐。当初是你们送他去血月城，如今却要斩断他与血月城的关系。百年世家，先求唐门，就是这么对待门内弟子的吗？唐莲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可是唐门这一辈最优秀的弟子，我希望你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唐莲，叶姑娘，你赶紧走，找到最近的冰崖，走。叶姑娘，小心！好久不用这类武功，都快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自在心中神功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燕安石，在天外天我叫燕安石，如今在回中原，还是叫我吴心吧。多谢大舅。我当是谁呀？上回放你回到天外天，这次你竟然还敢跑回中原？放我回，就凭你？走了。截住景霞了吗？今日得到消息，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和谢家家主谢奇刀合力阻止李寒一北上，但李寒一看穿了埋伏，最终突围而去，目前行踪不明。看来暗河已经动手了，老舅也太擅作主张了。唐门三老呢？那3位老爷子原本不想露面，可那时李寒一已经突围而去了，他们迫不得已现身，也没有追得上。至于唐门为何会和暗河联手，我猜是九皇子在动身之前就已知晓了唐门，他们知道殿下与九皇子的关系，便以为这是殿下下的命令。老九为何会如此确认暗河会和他协作？因为九皇子他冒充了一个人。谁？萧楚河。外公，我来了。你来了啊！吴外公要给我一把什么剑？当然是世上最好的剑之一啦。最好的剑之一？莫不是在剑谱之中？来，你看看这两边的剑谱，10大名剑，乃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剑。你看看，这剑谱第10，无忧，其剑银白如玉，剑身修齐秀丽，不似人间之剑，隐隐有飘然的仙风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9，霜雪，其剑乃是雌雄双剑，秋之霜，冬之雪，单剑平凡，可是双剑合璧，却有神威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8，皓阙，其剑可称得上人间正气第1剑，浩然正气，可斩千魔。原北离大都护所佩之剑，现藏于天启城的天剑阁，由剑奴守之。这剑谱第7，洞千山，其剑的剑气是浩瀚无比，一剑起动千山，起万朝。这10大名剑之中，唯一当世铸剑师所铸之剑，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6，青霄，其剑乃是望城山的镇山之宝，历任掌门所佩之剑，现传人为望城山掌教赵玉珍，位列
5大剑仙之玄剑仙。你再来看看这边，这剑谱第5，破军。其剑钝而厚重，非天生神力不能无，称王霸之剑，现为怒剑仙严战天佩剑。剑谱第4。这世上的剑，有的是4个字，有的是3个，最多的是2个字。但是这把剑，它只有1个字。心。对，这剑谱第4，心，唯一一把以单字命名的剑。这剑可通灵啊，它与剑主心意相通，剑意纯粹，可断凡剑剑意。其剑为剑心中历任传人所佩之剑，现传给雷无节。外公是想把这柄剑传给我？这把剑本来就是你母亲所佩之剑，现在由你来继承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不过，有人认为，剑是剑，人是人。比如你姐姐，她不愿意接过这柄新剑，却偏偏跑到那个昆仑去求什么铁马冰河。但是有人觉得，剑即是心，心亦可作剑。比如你的母亲。外公能给我讲讲我母亲的事吗？你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呐，她善良聪明，性格温柔，又是天下难得一遇的奇才呀。哼，若不是遇到那个天杀的雷梦莎，她定会是剑种的传人的。母亲是怎么认识父亲的呀？这个雷梦莎与他的那个好兄弟百里东军，到我这剑心中来造访，不好好的待在剑阁里，却非要偏偏跑到那剑心崖。你跑到剑心崖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要与新月比武，你比武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却赢了。你赢了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……外公，我怎么听出了一股吃醋的语气呢？从那以后啊，你母亲新月天天吵着要和这个雷梦莎去闯荡江湖。我就想啊，这闯就闯吧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山谷里吧？更何况这雷梦莎也是一表人才，又是世家子弟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哎呀，这些年啊，我真是后悔呀！我就问我自己，我为什么要答应呢？我就应该把他给留下来。哎，小子，你说说，如果当初我要是留下来的话，那是不是跟今天就不一样了？是，那就可能没有我了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啊，你的性格怎么跟你父亲是一模一样啊？一副子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外公，你不是还有我和我姐吗？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。看我可以，打我剑的主意不行。外公，你自己说要把新剑传给我的，你可不能后悔了。哈哈哈！你个傻小子啊！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剑呐，就算我要送你，那也得看它应不应你呀。再见！哎，小子，
你不要总想着如何控制这把剑，你呀，要用心的与它交流，它才会回应你的。再试试。小杰，好久不见了。阿娘，真的是你吗？阿娘，我只是你心里的想象，是心剑与你产生了共鸣，幻化出了我的样子。阿娘，我真的好想你，阿娘。我和姐姐还有外公都已经重逢了，若是你和阿爹还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生活了。傻孩子，没关系，只要你心里一直想着我们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。对了，阿娘，我现在已经是青龙守护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守护到底应该做点什么。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何执剑？因为我有想保护的人。对于守护来说，执剑的意义就是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想要守护的人，我想要守护的人，我想要守护的人，我想要守护的人。好，时隔10年，这把仙剑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了。是我想要守护的人。阿娘，放心吧，孩儿定不负使命。小子，听说你躲了1夜的追杀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明天一早，再试试这把仙剑的威力。外公，你这剩下的剑你都还没讲呢。虽然说剑谱前3甲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，不过呀，从天下第1铸剑师的嘴里讲出来，那还是非同凡响的。好，我就应了你。来，这剑谱第3，铁马冰河，其剑乃是世间极寒之剑，原封在昆仑之巅，曾为绝世昆仑剑仙所有，现为雪月剑仙李寒一所配。阿姐可真是厉害，不继承新剑，去继承那把更厉害的。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！既然有了新剑，就应该说新剑是最厉害的。咱们能输给阿姐不丢人。这剑谱第2，大明朱雀，其剑为无双城镇城之宝，现藏于无双的剑匣之中。这剑意锋锐，出剑必见血可翻，现为无双城的城主无双所有。也不知道无双什么时候才能拔出这把剑。能拔出大明朱雀的，就证明他已经是剑仙了。那就只剩下最后这一。外公，这最后一柄剑怎么是空白的呀？我告诉你，这剑谱第1，天斩，天下第1剑，天道之剑，非天命之人所不能持。现供于钦天监，有国师齐天辰守之。这天斩乃是开国皇帝留下来的神剑，已经有几百年未曾现世了。我虽然是剑心中的种主，我也没有见过此剑，自然也就画不出来呀。这几百年都不现世，他不会都锈了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
像本朝的开国皇帝那般的天命之人，又岂能是那么容易便出现的？真是个大好杀人夜呀！你在担心剑心种帮助他们吗？那何去何从二位护剑师我们见过，单凭他们二人的剑术，与你相差甚远，不足为惧。除了他们，剑心种还有别的高手。啊？别的高手？谁？剑心有月，睡梦杀人。李新月已经死了很多年了。李新月是死了，但是心剑未绝。教他剑术的那个人也依然在。您是谁？天下第一铸剑师，李素王。巨剑腾空，天下第5名剑破军的仿剑，乃是我年轻时所铸，也是许久未见了。是柄好剑。只可惜被握在正确人的手中，杀气太重，毁了一把好剑。剑本来就是凶器，在我面前论剑。外公，外公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了。您不必替我说道。此人不好对付。我遇到不好对付的人多了，你看我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哎，再来问一次剑吧。我有一剑，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赤落云剑。心剑，好。剑不是凶器，是你的朋友。死在这样的剑下，无妨。刚刚我的确胜了你一剑，还不足以伤你吧？对于杀手来说，输了便是死了。又是傀儡。不必追了，这只是他的脱身之术，区区一个木鹰不足为虑。小子，你没事吧？刘姐，哎，喂！刚刚苏昌黎那一剑，是前辈动的手脚吧？是的，就是刚刚我和他对的那一剑，我已经把他的真气给击得混乱了，可是他却感觉不到，所以在和小杰对阵的时候，他还误以为自己躲过了那一剑，最后偏离了1寸，被震断了心脉。前辈为何如此？小杰天赋很好，可是有些心软了。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剑是君子之剑，然而君子之剑也需要有杀伐气。他的剑求胜，而不是求生。这江湖险恶，这样的剑会活不长久的。我不愿杀人，人却要杀我。不管是不是江湖，永远都是这样。前辈的担心我记下了，还请把雷无节放心的交给我。若不是为了你，
我也不会迫使小姬做出这样的事来的。前辈什么意思？4年前，我的女儿死了。如今，我希望我的外孙能够平安的回来。萧瑟记下了。救命之恩，萧瑟永世不忘。若有缘，再来求见。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你有钱，随身带着金贵的蓬莱丹当糖果吃，但这个不一样，就算再怎么要死的人，吃下它都可续命3日。到时候你再出事的话，吃下它，3日之内找我，我救你。好。那萧瑟是什么人？你怎么向他鞠躬啊？他说他叫萧瑟，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。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，他姓萧。只要他姓萧，那么他所做的那些事情，就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的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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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我要不要过去啊？师傅也没教我怎么安慰男人啊。陆明轩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其实，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。踏上江湖路，有的时候你不想杀人，人家却想杀你，我都明白的。所谓身不由己，就是这样。可是这些都是错的，大家打打杀杀，仇恨不断，永远没办法终结。这不是我心里想要的江湖。我知道，你要的是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。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吧？你知道我心中的江湖是什么样的吗？我曾经以为，江湖跟朝堂一样，只有无尽的野心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遇见了无心，还有天外天、雪月城、暗河。我现在觉得江湖是一面镜子。镜子。人在面对镜子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，面对江湖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的内心。